嗨，我是老板，大家想知道当小三会有什么烦恼吗？他们到底过得好不好啊？想知道？想。那他们过得好或不好，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他如果过不好的话，我比较快乐。想知道他们到底多不好？想知道他们到底会面对哪些事情？可能也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我们今天先不要站在批判他们的立场，我们用一个超然的立场、客观的立场来听听他们怎么说自己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讲的小三可能不是那种被包养啊，或者是一定有正宫的，而是可能有女朋友，但他是第二个就算。好，你们想象中的小三是怎样的生活啊？很爽，很拽，很爽跟很拽，只是有被怎样过？很拽，跑到你面前撒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明明知道你有，人家就有女朋友，就是你是正宫女朋友，然后他竟然还气焰很嚣张，你还要这样是怎样？很拽。人家也想当正宫啊。那你干嘛当小三？我想要从旁边慢慢努力起啊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哦，人家想努力也不行就对了。不行，是这种努力用错地方。这种努力不可以啊！好，我们先不要生气哦，先不要批判他们，先了解一下他们遇到怎样的生活。很多人是不是都以为他们很有钱？就男人都会给他们很多钱哦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都不用工作，还是不用自己赚钱之类的？好，我先跟大家说第一点，他们可能有拿钱，但是金额未必有你想的那么多。我们都先不要去想那个大富豪包养的那种小三啊，我们现在想的都是一般日常生活。我刚刚说我朋友里面会认识到的那一种。好，我看过有个朋友当小三，他没有跟男朋友拿钱。男朋友就是帮他租房子，他虽然有工作，可因为之前一直住家里，所以他因为这个男朋友愿意帮他付房租的关系，他可以搬到外面来跟男朋友偶尔在一起这样。然后他们吃饭、看电影的所有生活开销，男生都会付，所以基本上他就没开销，他的所有的薪水就可以拿来花在自己身上，所以他就感觉变有钱了嘛。那男生自己也有正宫的住家的房贷或开销要负担啊，所以并没有办法再给他一笔钱。不然大家都很容易都会以为男生好像动不动怎样丢个8万10万包养你，是不是？其实未必啦，不是那么多男生都这么有钱。那小三这边的房租跟约会的开销可能也要3、4万左右，他月收入其实也要破10万、10几万才有办法负担你这边跟他正宫那边，你懂吗？对，那10几万已经是收入很高的男生了，所以结论是说，小三未必真的有拿到那么多钱啊，他可能过得不错，就是他没有开销，可他不一定真的可以拿这个来赚钱啊。对，所以可以不用那么羡慕，因为我感觉很多人都对小三好羡慕，他好像很多钱，其实未必啦。有很多小三就是他想跟这个男生谈恋爱，然后他就是也是像平常交男女朋友这样正常的在相处。挑错人了啦！哦，你觉得如果要当小三不要这样是不是？但他真的喜欢那个男生啊！哇，真的好难哦。他就喜欢他，他也不想要拿他的钱。哦，真的爱。好，第二点。重要节日他都不在哦，这个是我听到最多的抱怨，因为他有正牌的老婆或正牌的女友嘛，所以你认为的节日他绝对不会在，因为他一定要陪他。对，那大部分大家会相聚的日子，他都是一个人，他只能跟他的其他单身的朋友在一起。可是单身的朋友是对这个没期待，就本来就知道会跟朋友在一起，可是他会有啊，因为他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啊，可是却不能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有时候就会跟那个男朋友丢一下。就是为什么今年不能跟我吗？你不能找个理由跟你老婆说吗？或者是你不能讲你要加班吗？或者怎样，就开始争取一些自己认为的权益嘛。对，可是往往争取不到嘛，除非他的正宫很好处理，而且男朋友没办法陪他出席朋友的聚会、家人的聚会都不行，因为他怕遇到认识的人，共同朋友还是什么麻烦死了，遇到他同事怎么办？遇到他老婆的朋友怎么办？完了。对，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出席外面的场子或朋友的聚会，去餐厅也不能去热门的，因为超怕被看到。除非你们要去出国，不然的话其实很难遇到一个可能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。出国也很容易遇到机场，我有朋友在机场抓到过，排队的人龙，那不是380吗？就被抓到啦。所以机场也很那个，除非分开走。你要分开去挂机位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他们约会好辛苦哦。就机上见，然后下飞机之后旅馆见，你同进同出，你这机场就被抓到，机场现在多少人啊？会不会国外也被遇到？会哦。对，所以是不是很危险？对啊。你国外热门景点地标什么，是不是又遇到？餐厅又遇到？那太辛苦了吧？所以他们就约会就很麻烦啊，哈，所以你几乎可能永不见天日。所以为什么他要租房子给你住？那个房子就是最好约会的地方啊。你只要跑到外面，就有被抓到的风险，男生就不要嘛。那女生刚开始可以愿意接受这样，后面就会觉得很无趣嘛，整天被关在那里嘛，要出去哪里什么吃个饭什么约个会都不行嘛，连出国也要这样，女生会不会有怨言？会，就开始吵了哈。听到这里有没有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多好？但是是他自己
谁叫他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对所以会觉得说你活该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不要，你也可以不要这样子，对不破坏了对感？情你什么男朋友没得选，你一定要选这种有正宫的，所以你现在得到这样子的委屈也是刚好而已嘛。你选的，你选的。不是说好不要批判，破功好，忍住。3，他们可能丧失了自己的择友机会。我举个例子好，我以前有一个当小三的朋友，他就是一直希望可以变成正宫，所以他很努力的想要变成她男朋友之后娶的会是他，可是他有一个正牌女朋友，然后他也因为习惯都是男友租房子给他住，他没有开销，所以他在认识跟他同龄的男生朋友的时候，他通常就会觉得他们经济能力不好。因为他就会想，你的薪水是不可能租房子给我住的，你也不可能再负担我的开销嘛，这样子算起来3、4万，你的薪水就4万而已，所以他根本就看不上同龄的这些男生。然后只要有同龄的朋友或是大他1几岁的男生，如果对他表达好感，他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些，就会觉得我没办法给他追，因为他的大他10几岁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可以负担他这些开销，给他这些方便性。那这个经济能力这么好的男人，他肯定就是大你个10岁、8岁，甚至1轮以上嘛。那结果他在他最青春漂亮的时候都在当小三。最后这个男生是娶正宫女朋友，哎呀，好可惜哦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又不放弃，他还是继续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嫁给他，可后来发现失败之后，又觉得好了，那就当小三就好了。他就觉得说，反正习惯了，我也看不上同龄的男生，那我就一直当小三就好了。没想到这个男生跟老婆生了小孩之后，他决定要断掉小三。哇，他的青春，没啊，对，所以你不知道男人什么时候会回头的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他就发现，哈，你跟你老婆本来说什么不想生小孩，结果我老婆怀孕了。那后面小孩出生之后，这个男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啊，还是怎么样，不知道，还是有更多的时间要陪小孩，还是真的看到小孩的脸于心不忍，还是怎样，突然觉得我要放掉小三，那小三就没有房子住了，又得回去自己的原生家庭住了。你原本贪图的那一切都没了，然后年纪又大了，然后又错过自己的择偶了。你可能已经35以上或40，你现在要交同龄的男生的时候，又有点觉得啊，我怎么错过了我自己的结婚或婚恋的一个期间嘛？他就觉得他好像很不划算这样子，可他原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。第4点是经常在外生闷气跟不开心，对啊，你可以想象对不对？对，大家会觉得小三其实很快乐吗？花男生的钱或者很快乐吗？其实人的快乐不会只有在金钱或经济上面的，你是想要他的陪伴的啊。你是会跟正宫争风吃醋的啊，正宫都这么会跟小三争风吃醋，难道他不会跟正宫吃醋吗？那他经常生闷气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下班之后的人生都在等他，周末的时间也都在等他。那他可不可以来？不知道，要看他今天有没有跟他老婆找到理由，或者是今天有没有把女友支开，他有没有合理的理由，他才能确定他今天能不能来。所以你每天能不能见到他，或周末能不能跟他约会，都是不一定的，都在等，然后经常都是讲好了，又会临时变卦，因为可能老婆一通电话，本来讲好可以的，又不行了。或是周末本来想好我们要去哪里哦，可是因为那个女友后来临时说她也想要去哪里，她又要跟他了，你又被放着了，就你永远是第2选择嘛。对啊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正宫，你可能会觉得你很过分，你都抛下我去陪他，你可能从来没有用小三的立场想过，可能小三才是常常在等待跟被放弃的那一个，因为他永远是第2选项。我真的没想过，你没想过吗？因为我通常不会站在小三的角度去思考，只会觉得就是对，就是对。可是如果他是你的朋友，他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都在等，然后很轻易的就被坑掉，期待好的一切可能又没有，人又没来，所以他其实是很寂寞的，就会养成他的情绪是很糟的。他是很空虚，他得不到爱的，所以他经常都很沮丧，不然就是心情起起伏伏，起起落落。一开心就很开心，哦，今天有男朋友来找我，昨天我跟男朋友去哪里，然后讲好的事情被取消的时候，马上又底落谷底。对，他就经常在面对这种情绪。那他这种情绪，如果他有在工作，他就很容易带到工作场合去，性情就会很古怪，影响到自己职场上面的人际关系跟工作表现。但是他又经常不能说。因为他总不能说我在当小三吧，对，他很难去跟别人诉苦，因为很多女生是很轻易就可以说我男朋友你知道他多怎样，讲之后心情就好了。可是很多人是不敢跟别人说其实我是小三，然后他也没办法介绍男朋友给你认识哦，所以他有很多情况下他是没有人可以诉苦的，所以他就更闷了。那他说呢，经常如果跟别人讲，就算是很好的朋友，有时候讲出来之后，还是有时候就会遇到对方就会翻脸说那谁要你要当小三？例如认识比较久的同事或是朋友，然后结果他跟你讲了，好啦，其实我是小三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朋友翻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也许跟你翻脸，也许看不起你，或者是开始对你冷言冷语，说是叫你要当小三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他觉得他是不容易被同理的，所以他要交到可以讲的女生朋友也很难，非常难，很难，甚至鼓起勇气跟你讲，然后你看不起我之后，就到处跟别人讲，我在办公室就黑了。我又要离职了，因
有想过这个谈的这个恋爱影响他这么大吗？他那个朋友圈就得离开嘞，哇，当小三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常常会人人喊打嘛。很大的勇气。对，你要当小三前，你要想一下，你要付出这么多、这么多、这么多，值得吗？他有多好？他有没有好到要让你这样？好辛苦哦。对，很辛苦的，不要以为只有钱拿而已，你有这么多辛苦。那值得吗？你要想一下。今天以上4个点下来，有没有发现当小三不难，要当快乐的小三很难？但这样讲应该没有人当小三很快乐吧？听起来有超寂寞的。怎样的是当小三很快乐？就是他没有要跟你谈恋爱，哦，他要钱吗？一个是要钱，一个是觉得反正没差无所谓。例如好，他就是觉得，你不觉得这样很舒服吗？他租房子给我住，偶尔还会送我东西，或偶尔可以给我一些零用钱，但是我每个月只要陪他约会3-4天呢。然后他也不会管我，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，然后心思也不用放在他身上，因为反正他有正宫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已经踩好底线，就是他不是太重要，因为反正他有他的正宫，我不是他的唯一，所以我也不用把心思放在他身上。他也可以再去找另外一个。对，他也可以教他自己的男朋友，他心里面就是觉得，就偶尔陪你3-4天，就有个房子住，或者是有一些好处，也无所谓。这种小三就是快乐的。然后反正你如果要丢下我，那种就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很需要你。对，他把他视为一个 plus 的对象，小加码的对象，可是他没有把他视为真正的男朋友。快乐不快乐的重点在这里。所以如果你要当小三，你不要觉得你可以跟这个人好好谈恋爱，他就是有一个正宫在，他没有办法付出他100%的时间心力在你身上，你是要怎么跟他谈恋爱？所以如果你抱持着谈恋爱的心情去当小三，你不可能谈好这个恋爱，你一定不快乐。能够快乐的都是他没有要谈恋爱，他只是在玩而已，他只是在拿他的附加价值的好处而已，他头脑是清醒的。最不清醒的就是你又要谈恋爱，又要当小三，又要他的全部时间，被抛下又很不爽。你到底要怎样？你要这个的人，你不能去找一个正常男人谈恋爱吗？他正常男人都未必可以跟你谈好恋爱，你还要再找这种，你不是加深自己的难度吗？是不是？他的头脑要清醒。这一集看到最后是劝世文。好啦，所以结论是，如果你不够洒脱，抓不到诀窍，不要当小三，因为你可能会不快乐，因为你可能也当不起。真的不要轻易踏上这条路。对，不归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